林子，我觉得事到如今啊，我们真的应该去面对这一切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坐下来去聊一聊。苦瓜现在年龄不小了，他已经很大了，他完全有能力去辨别是非，他知道了没坏处。不行，我忍受不了马小健那个混蛋。我凭什么跟马小健坐在一起，还讨论当年呢？凭什么呀？这是不公平的。那对苦瓜呢？对苦瓜公平吗？你就不怕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们俩之间的感情？反正苦瓜把我的心伤透了，我把他也拉扯大了。即使他不认我这个妈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就是接受不了马小健那个混蛋，我受不了他。哎，你看你这人，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你。他不是说他也后悔了？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接纳他呀？就算是为了我，也至少应该有一个考虑吧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非要闹个天崩地裂不可呀！我就是希望你们能，就是坐下来对视，给他说清楚，这样大伙都公道啊。不然你说你的，他说他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该信谁。就当是给我一个公道，给马小健一个公道。你妈把你拉扯大就是最大的公道。如果对马小健公道，那就是对你妈最大的不公道。我就是想知道真相，你们就把这事实说出来，这有那么难吗？我说苦瓜哎，你的心怎么比石头还硬啊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马小健先生委托的律师，想跟尤总谈一谈关于孩子的事情。他有什么要求，直接说吧。其实很简单，我的当事人马小健，他希望和您还有你们共同的女儿苦瓜在一块儿谈一谈有关事情。我要是拒绝呢？那就对不起了，我们只能按照法律程序提请法庭解决这件事。这吓不到我啊。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，这么做的结果只会使您和马小健的社会形象受到损失。那行，既然他找律师来跟我对话，那我找我的律师跟你对话，这样公平吧？好吧，什么时候？喂，田律师，马小健的律师过来了，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马上。你的当事人马小健提出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：凭什么要我的当事人跟他坐在一块儿谈论孩子的问题？如果你怀疑这个孩子不是马小健的，我们可以做亲子鉴定。我们认定这个孩子和马小健有血缘关系，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过分。有血缘关系，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是孩子的生父啊。那我们也可以起诉说，当年马小健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强奸过我的当事人。当年马小健在有了孩子以后，弃孩子于不顾，跑到广州挣钱去了。这样无良的男人，居然还有脸跑过来提这种要求？这律师什么意思？他们想起诉我呀，说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按照法律起诉的话，肯定两败俱伤。但是这个起诉，足以让你们集团闹得人仰马翻。你现在掌管着整个公司呢，怎么着也算个公证人了吧？你得认真对待这事儿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呀？你怕什么呀？去跟他谈一谈啊，他还能吃了你啊？坚决不谈，他爱干什么干什么。我们必须提出这个条件，否则只能对簿公堂，恕不奉陪。说实话，这个要求有点强人所难。如果对方不愿意和您对话的话，那也有他的苦衷啊。别忘了，你是谁的律师？我知道，这官司我也赢不了。
真的要打这官司的话，对于我们两家人来说，经济上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不过我想好了，哥们儿豁得出去，但现在也没到那一步呢，这都是后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先礼后兵，找个时间约个地点，好好的聊一聊。如果他要真不来，起码我在女儿那儿还得了一票，不是？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吧。那我就提前通知他们了。去吧。刘总，他们的律师刚刚通知我，他们已经确定了时间和地点，要求你必须参加这次谈话。如果到时候你不去，他们可能会马上采取法律方式起诉我们。这是最后通牒吗？你们的意思呢？当然要去，有事说事儿，把这些说清楚了最好。这个人在你面前不过就是一个敌人，对待敌人没什么好难受。他算不上敌人，他只是一个小人。我跟他这样的人见面，折寿。其实有一次也许就完结了。现在我以律师的身份提醒你，不要再闹个人义气了。不用再说了，我不去。我觉得玲子不去自有她的道理，有些事还真不能勉强。如果真是上了法庭的话，那麻烦就大了去了。那天我去，阿姨也可以去，咱去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玲子真可以不用去。关键是苦瓜，他们不去，他能相信吗？这孩子的犟劲儿跟他妈一模一样，他只信自个儿耳朵里听的和眼睛看的。你说话不能代表他本人。那不见得，有时候我说话比玲子说话更有力量。你凭什么替我点头了啊？你知道我当时的感受吗？你能说出我当时心里的痛苦吗？因为你不愿意出面，当时那情况我比谁都了解，是吧？我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目击证人，我怎么就不能跟他说清楚呢？实话告诉你，苦瓜已经长大了，就是你不说，我也会找机会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，我为什么要拒绝马小健，但是他不能强迫我说。我都明白。问题是马小健现在要采取法律程序，我知道他肯定占不了上风，但是对你对公司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的。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饭馆啊？我还不是为了给苦瓜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啊！我头发梢里天天有油烟味，你以为我愿意呀？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理解，那就这样，为了减少损失，你出面成吗？不成。我如果出面，我就要把当时心里的一切都要说出来。我心中的委屈，我只能讲给我相信的人听。我凭什么跟一个仇人说呀？他凭什么呀？他有什么资格？有什么权利听？成，那还是我出马算了，成吗？我就说一些事实。刘总，我觉得涂先生说的也对，这事儿咱们不能回避，更不能躲闪，无非是让你女儿当着两人的面把事儿听清楚。不行，你也参加，做适当的补充。涂先生做主要发言人。你们看办吧。你这是想把我逼疯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你告诉我。我就想知道事实的真相，这不对吗？我已经跟你杨子舒说了，我为什么不愿意去。我本来呢是打算等你再大一点再告诉你真相。我希望你那个时候能够理解我的用意，我的想法。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等到那一天呢？马小健已经被我发现了，我就是想让你们客观的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。既然你已经说我长大了，你就要相信我有这个判断力。你还小，你不懂事儿，你没有什么判断力。你看你现在这态度，永远不屑，永远恨铁不成钢。你说你这态度，你让我怎么说相信你说的就是客观的？真是个不懂事没良心的东西。你说我什么呀都没用，我就要一个真相。哎，那会你不是也参加吗？那天啊，跟我说清楚。
我知道林子怀孕的时候，我就找到了准备南下的马小健。我把所有的情况跟他说了，希望他能够留下来，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一起把这个饭馆给开起来，一并还了他欠的债。你怀孕了？这孩子是你的，你要是还认我们这份感情，还顾及我的名誉，想保住这个孩子，你就回来，咱们重新开始。孩子是我的，证据呢？孙子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你让我怎样？直到饭馆开的前一天，玲子还在等待他回心转意。但是他没有，义无反顾地南下了。我跑到火车站，见到了他。如果这孩子真的是我的，我更得上你车。我得去广州挣钱去，我得挣大钱，挣了大钱回来，我好好补偿他们娘俩。你补偿个屁你！哎呀，你还爱不爱他？你这不废话吗你？如果你爱他，现在跟我回去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你得为你的孩子负责任，你马小娟为孩子负责任。你干什么你？我就不信了！你给我命了！跑回去！请问马小健，以上说法是否属实？属实，全部属实。看来你杨子叔这记性还是真好。可他忘了一件事儿，当时我可是要带着你妈一块儿南下的，我没有抛弃你妈，更没有抛弃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也就是你。我们俩最大的分歧就是奔前程的方式不同。你妈呢，是让我留下来干饭馆。我呢，是想带你妈一块南下创业。爸爸为什么要南下呀？啊，爸爸想离家背井吗？爸爸当时欠着债呢。这个我可以证明。小健到了广州以后啊，每天都在思念这个孩子，也就是你。当然了，他也还在思念尤玲，整天呀，就跟丢了魂儿似的。他不是丢了魂儿的问题。他是放不下手里的蝇头小利。这话不能这么说啊！当时我确实欠着债，这大家伙都知道。我是不是必须得像个男人一样把这债给还了？我没有抛弃玲子呀，我让她跟我一块儿南下的。信口雌黄，你不要脸的东西！只要你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你一句话，你把账退回公司，从此以后，你们俩可以在这白头到老。只要你把这100多万账给我免了，我马上跟你回广州结婚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俩的问题重点也不在我，你们的问题重点是在哪儿创业，是吧？就是这意思。请问尤玲同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。请说出否认理由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来只是想听听而已，我实在是不想在这说什么。苦瓜，原因我跟你说过，但我现在还是不想说。我只是觉得很滑稽，把一个负心汉的出走归结于挣钱问题、创业问题，这太可笑了。苦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真不愿意充当那个热衷于赚钱的人。钱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那只是生存原因，那远远抵不上母女的感情。哎，
甭这儿煽情啊，那只是一种说法。什么说法？啊？我现在也算是个有钱人了吧？我可以因为女儿对我的错误判断，把到手的钱财一把扔了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做到吗？你这都哪儿跟哪儿，这搭不到一块儿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论这些。苦瓜，你是不是还坚持你的判断？你们的事情已经说到这儿了，那我还能下什么更高尚的判断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还是认为我跟马小静的分手只是因为挣钱的方式，对吗？我没法判断出别的来了。告诉你，这种判断只是俗人的做法。对不起，幽灵同志，我还就是个俗人，否则我也判断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从今儿开始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，我会让你重新认识你妈。今儿就到这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来，苦瓜呀苦瓜，你妈要不是为了你，今天不会坐在这儿。你太不懂事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这是一份财产分配意向书。我辞职以后，把我名下应得的财产分为3份，一份留给我妈，一份留给苦瓜，还有一份留给歌舞团。辞职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疯了？没疯，我腻了，不想干了。你作为我的律师，必须把这事儿办好。这事开不了玩笑。常总知道，他在外地，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。我要不愿意干，谁都拦不住我。我同时授权委托你，全权处理好我离职后的善后工作。偌大的一个集团公司，你不能说扔下就扔下。你放心吧，公司早就进入正轨，我消失了照样能进行下去。等常总回来了，你们赶紧物色总经理的人选。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你是跟你女儿置气，还是跟这公司置气了。跟我自己。那你干嘛去？我想一个人出去放松放松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手机关机，我的去向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怎么了？你妈给你来过电话没有？啊？什么？你妈给你来过电话没有？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呀？你妈辞职不干了，连公司都不要了。为什么呀？你逼的呀？为什么？我逼的？怎么是我逼的了？这不是你说他吗？一心只顾挣钱，只顾生活，不管你。现在他要证明给你看，他可以放下一切，只顾亲情。就为那句话是吗？他至于吗？那他也太不成熟了吧！我打你个不成熟！阿姨，阿姨，你这个油盐不进的死孩子，你小小年纪你油盐不进你！站住！你给我回去！
回去！我不，姥姥打我！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那巴掌太轻了，混蛋！你说我是混蛋？不折不扣的混蛋！那我是混蛋，你别理我呀！不可能！我今天就把你这混蛋的腿给扒了！有本事你来啊，吓唬谁呢？站住！你敢给我走？你给我走，不吱声！你试着把你腿给打断了！凭什么呀？凭你犯浑！犯浑！你太犯浑了你！上次你出走，姥爷走了，这次怎么着？让姥姥出点事你才上班干休是吗？你干嘛全怪我呀？因为他们的责任心太强了，他们爱你。苦瓜，他们把你当成身体的一部分，一个部分走了，你说他们怎么能活？怎么能活？你明不明白你？你想知道你的过去，这没错。但是他们过去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你太小了，他们是在保护你，这也是他们的权利，他们的责任。苦瓜，他们告诉了你想知道的真相，却是被你磕碜的给曲解了，用市侩的观点去曲解你的妈妈，你合适吗你？那我该怎么理解呀？用心用感情。真不敢相信，刚才那番话居然是一个女儿对妈妈说的话。哇，你妈妈为了你，尝尽了所有的女人该尝的和不该尝的所有的苦难。她容易吗？她不容易。但结果是什么呢？你良心何在你？你别说了。行了，好了。马先生，嘿，尤玲突然辞职，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他们现在公司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你说他玩的什么花活啊？坐。他这是要给我证明一句话呀。他对孩子的爱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了苦瓜，他能放弃公司和财产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就是他性情中人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哎，我是万万没想到，这玲子对孩子爱会有这么深。跟他比起来，我对苦瓜的爱万不及一。算了，就这么着吧。放弃？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我趁火打劫？我还是人吗？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都是你个臭丫头闹的，世界不宁。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还不是你逼的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要我说，你就欠揍。你来干嘛呀？我就是听你胡说八道，把我妈都给气跑了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我今天是来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晚了。苦瓜，客气点。是，我欠你和你妈的都太多了，没办法偿还。本来是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，到跟前儿就没词儿了。
杨子，你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，要不你替我说两句。你是来认错的是吗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个替不了。有这么难吗？直接来。不过，我对不起你妈。以后呢？以后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们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那回头你把我的意思也转告给你妈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爸。那我走了，赶紧找你妈去吧。再见。看来我真冤枉我妈了。臭丫头，有你这句话呀，就够了。早知道我朝思暮想的爸爸是这样的，我也就不会当混蛋了。还恨他吗？怀疑解决了，就也不恨了。好孩子。不哭啊！姥姥打疼你了吧？啊？不哭啊！你知道吗？你小的时候，身上哪怕钉一个小小的蚊子包，姥姥和妈妈都心疼半天，就怕你受委屈。姥姥和妈妈心里只有你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你从小到大就把你捧着、抱着，就怕你受到伤害。你怎么现在这样了呢？苦瓜，姥姥今天把你妈妈心里压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这么多年想跟你说的话，都跟你说了。你不就想知道过去吗？姥姥一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咱们上楼去说，好吗？走，扶姥姥起来。走，杨子，我们上楼。哎，好。
姐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去哪儿啊？哎，哎呀，姐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这一路上一言不发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陪我几天，什么都别问。你总得告诉我怎么回事吧？我好帮你出主意啊。我叫你来是陪我的，不是来出主意的。咱们为什么来这儿啊？为什么来这儿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喂，啊，我在这个。没收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手机关机。干嘛呀，姐？手机关机，家里也没人。那这么着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暂时接替一下他的工作。你们大家继续分头，一定把幽灵找回来。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呢，就按他文件里的要求，把资金重新分配一下。你是财务总监是吧？啊，对。把公司的资金呢重新捋一捋，看看现在账上有多少钱。我可能最近要用一下，好吧？明白。诸位先忙去吧。姥姥跟你说的，要是有半句假的，天打五雷轰。你现在应该明白，你妈为什么不愿意见那个马小贱了吧？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就是因为你妈太爱你了。她这半辈子甜酸苦辣，她都一个人扛着。她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知道这些，怕你心里难受。我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。问吧。马小贱说，他后来又找过几回我妈。那我妈什么态度呀？哎呀，怎么跟你说呢？这人的感情啊，就像一个玻璃罐子，一旦打碎了，就再也没法粘合起来了。可是你妈为了你，把这个打碎的玻璃罐，她还是想粘合起来。她给过马小贱机会。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，总得给他个机会。再说呀，他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呀，要不然苦瓜这一辈子名不正言不顺。说实话，咱们真是为了苦瓜，做点牺牲也值得。容我考虑考虑吧。后来发现，马小贱已经有了未婚妻，那个女的居然还找上门来。你以前是小贱的女朋友，我现在是小贱的太太，我们一直很相爱。我真的特别爱小贱，为了争取她，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所以他最后决定放弃这样的机会，永远不原谅他了。你是有家室的人了，孩子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我这更不要抱什么幻想，咱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。告诉你，你以后再也不要骚扰我和孩子了。孩子慢慢说话了，慢慢懂事儿了，再没完没了，对大家都不好，明白吗？我是孩子他爸爸呀，你得给我个机会。我见你就恶心，滚！玲子，那孩子长得真像我是他亲爸。我全都知道了，是我误会我妈了。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，就是找回我妈。
找什么呢？找你的手机是吗？对呀，我手机呢？在我包里呢，我替你保管。没有我的指令啊，不准随便开机。我说姐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这绑票还得给当事人明码标价呢。你说咱们来这儿干嘛来了？多长时间在这儿待着？目的是什么呀？你得给我说清楚啊！反省自我，找回自己。你给我当参谋也好呢，顾问也好，就是帮我反省，明白吗？明白啊。这什么问题啊？太多了。青年时代的就不说了，这10几年啊，有3个明确的目的支撑我走过每一天。第一，我是苦瓜的妈妈；第二，我是连锁集团的 CEO；第三，我是歌舞团的承包人。就这3点啊，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和情感。每天睁开眼睛，我就是为这3样而活着。就这3样，就成就了一个女强人。对自己而言，那就是牺牲。可不吗？这2天，我突然觉得我冤得慌。你说我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次呀？我到底是谁呀？我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有这想法，就还不算是晚。我这次出来呀，就是想给自己放一长假，让自己安静安静，把过去的生活一股脑的忘了。哎呦，都急死我了！我们家林子能去哪儿呢？会不会出事儿啊？不可能，玲子是多要强的人啊，那不可能出什么事儿。哎呀，我现在呀也特别的后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你再打我10个巴掌，我也没意见。行了，怎么样？分析分析，他能去哪里呀？退股、辞职报告他都打了，就是证明他不再工作了，是不是？我还坚持我的意见啊！如果说我妈就因为我那句话，工作事业全部要了，那是幼稚。哎，怎么说你妈呢？她这叫性情人，知道吗？她把事业和金钱看得很淡，把你看得很重，这才是真正的性情人。你怎么能说她幼稚呢？真性情啊，就是率真任性，跟幼稚划等号，明白吧？啊，杨梅。哎呦，东拉西扯的，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把你妈找出来。你说，到我这个年龄，也不允许我虚度吧？这外界传说我是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我只跟一个男人好过，而且是短暂的。后悔了吧？哎，你说你拉我来干嘛呀？找一男的多好呀！我也想啊，但我总不能在马路上随便拉一个吧？我为了当好苦瓜的妈，你说我整个人都变了。他呢，一句话就翻脸了，去找他爸了。真是的，我想找个哭的地方都没有。行了啊，想哭就哭，想骂就骂，想闹就闹，咱也算是没白来。姐，你放心吧，这每天睡觉前我会让你开机半个小时，这信息该回的回，这电话该接的接，但是绝对不能暴露我的行踪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常总，你让我前2天打出去的钱该回来了吧？没那么快，那个钱干别的用了，可能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。这笔钱今天咱们要买原料，如果这钱付不了，这供应商就给咱们停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差这700万吗？咱们公司的资金周转率很高，所谓闲置的，无非就是1、2天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尤总成功的地方。要不这样，常总，这是财务报表，您看看，您说怎么办，咱就怎么办。常总，今天是第3天，是不是可以执行尤玲的那些报告？等一等，我改变主意了，还是得请他回来重新主持工作。可他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兔子绕3圈还得回窝呢，你去找他呀。
满喜和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，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包括谈一谈，说一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谈一谈，说一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